反送中运动之后，大批香港人移民英国，很多人选择落脚在曼彻斯特，因此在街头我们看到很多像这样道地的茶餐厅，因此也有人把这里称为小香港。 曼彻斯特的中国城牌坊在1987年建成，成为移居英国华人的重要据点之一，也是英格兰第2大的中国城。路边满满的中餐厅，有至少1/3是粤港料理。这和反送中运动后大批香港人移居英国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你会开车，其实你开车到处走。 你油没有香港那么贵，买车没有香港那么贵，买房子没有那么贵，租金没有香港那么贵。其实你香港贵的是因为是租金的问题，有很多就是包括这些吃的啊，吃的喝的。如果你吃饭，你常常要出去吃饭，那没办法。可是你出去喝酒啊什么的，这个消费其实比香港便宜。哦，对，你针对曼彻斯特。 早在反送中移民潮之前 ，Jimmy 就已经移居英国。他选在曼彻斯特定居，就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消费负担得起。过去在香港在银行工作，到了英国转行做房仲，现在则是跨海帮香港客户看屋、买屋，做物业管理。 客人因为在香港嘛，他没有看到房子状况，我是把他拍一个短片，然后给他知道外墙啊，或者是收房子成交了，房子的现状是怎么样，让他知道。屋里屋外全部都得仔细看，这份工作卖的就是客户对他的信任。 Hi, Spencer. I'm in Princess Street now. So you would like to have the boiler's number, right? The number is 业主的话呢，需要把所有的那些要求的政府规定的要求要做好以后，才可以租出去。这是政府法律上面的要求。 不管是为了移民或是投资，香港人到英国置产，从2020年后出现高峰，也成了英国房价推升的动力。这里本身呢是曼城那个白人的中产阶级的地方，后来香港人来了比较多的话，那些白人都搬走，要房价炒起来。你看这里全部一条街，通常都是那个房地产公司，房价呢现在大概都在50几万以上。我说是英镑，是贵了。 比较贵了，因为我知道我刚刚来的时候，4年前这边房价大概是30几万左右。4年前到2019年、18年的时候，曼彻斯特南部的小镇因为香港人涌入，房价水涨船高，短短4年就飙了70%。小镇虽然不大，但生活机能方便，但重点是好学校就在这里。 这里有两所那个 State School， 这政府的学校，可是非常好的。它是在排名呢，是在全国排名的15位以内的好学校。所以很多人呢，家长他希望他的孩子可以考进去学校，因为这个考进学校呢，他们看你住的地方有多近，哈，所以呢，全部都挤在这边去买房子。 华人买房就爱看学区，当地白人也乐得把房子高价售出，搬到郊区居住，各取所需。不过，随着疫情结束，英国升息，通膨严重，房价开始松动，涨到去年的10月份就开始下跌了，因为升息的问题，利息一直在涨，所以有很多本地人已经买不起房子了，因为涨太多，他薪水也追不到那个通货膨胀。 所以呢，房价最近这半年来讲呢，都有点下调，可是下调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根据英国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在6月30日公布的数据，英国6月的房价比起前一年下滑了3.5%，是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但即使如此，英国当地人还是有多数买不起房。英国房市成了外国人的市场，尤其是香港人拿着现金买房，价格更好谈。 有一些呢卖掉房子，有1套是2套的房子卖掉之后收过来了，
这边可以买2套或3套的房子。所以对香港人来讲的话，他通常会用现金买，而且因为你香港的职业已经放弃了，你没有可能马上可以申请到贷款，所以通常他们都会用现金买房子。根据英国政府的统计，从2021年开放香港人以海外护照移民以来，到2023年的3月，已经有超过11万人抵达英国。虽然散居各地，但曼彻斯特相对便宜的生活条件吸引越来越多香港人选在这里住了下来，让这座城市的港味也越来越浓。